观众朋友们，你们看，我没有开创造，但是我就可以在天上行走。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切一个视角，你们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其实我现在不是在天上走，而是因为我的脚被粘在了头顶的方块上。我的身上现在有一个粘附的 buff， 这是用地狱玄熊的爪子炼制的药水效果。那么玄熊就是这位奇怪的生物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今天我们来继续介绍 Alex Mod 模组。距离我们上次介绍这个模组又更新出了11个新的生物。那么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介绍。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种生物是儿苗。儿苗是一种在主世界的恶地还有热带草原会发现的不会飞的大型鸟类。它们看起来挺文静的，不过我们并不能轻视它。传说中它们的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它们有很神奇的可以躲避弓箭的能力。不管我们是在正面射它，还是在头顶射它，或者是在它的背后偷偷的射它，它都可以用头把我们的箭给挡掉。这躲箭的身法和走位，好家伙，原来你才是职业选手。儿苗通常会成群结队的出现，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儿苗最初会惊慌逃跑，但是在他们中间的一些会走着走着突然来一个回手掏，用他们的大爪子撕咬猎物。儿苗不喜欢弓箭，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动攻击骷髅，并且会躲掉骷髅发射的弓箭，对骷髅来说简直就是天生的克星。我们使用小麦可以让儿苗繁殖，并且通过繁殖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颜色，就比如这个白色的儿苗看起来就比普通的儿苗要好看很多。儿苗在死亡的时候可能会掉落一些羽毛，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羽毛加上一些其他的物品来制作一套特殊的护腿，玩家穿着这个护腿就有可能像儿苗一样可以躲避一部分的弓箭。不过这个概率嘛，你们看看我身上的箭就知道了。鸭嘴兽是一种看起来像其他几种动物组合的生物。最开始人类在接触到鸭嘴兽的标本的时候，还以为是恶作剧的产物。它的嘴和脚像鸭子，而身体和尾巴则像海狸。我们可以在主世界的河流生物群系中有比较小的概率可以遇到它。在鸭嘴兽的脚上有一种有毒的刺，我们攻击它并不会被反击，但是却会受到一个持续几秒钟的中毒效果。鸭嘴兽的嗅觉、听力和视觉都比较弱，主要依靠电力来进行行动。所以我们在手上拿着红石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鸭嘴兽给吸引过来。它们会一边摇头晃脑，一边从嘴里发射出细碎的电光。如果我们用红石来喂养它，它电的感应能力就会恢复，并会在附近的粘土块中寻找一些蛆虫或者是粘土。如果我们喂它整个红石块，它寻找物品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这边这些就是它刚刚从粘土块里面挖掘出来的粘土了。这个鸭嘴兽像鱼一样，我们可以使用粘土将它给捕捞起来。另外，它们还可以用龙虾尾进行繁殖。玄熊是一种敌对的，看起来像恶魔的有袋生物，我感觉它有点像黑化了的树懒。这种生物经常被发现倒挂在下界的天花板上，皮肤和地狱岩非常相似，完美的融为一体。当有猎物从它们的底下经过时，这些玄熊就会从顶上跳跃下来，粉碎底下的目标。在落地之后，还会用巨大的下颚和锋利的爪子对猎物进行攻击。如果成功的击杀了猎物，玄熊就会回到地狱的天花板上，继续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出现。不过它这个上去的方式是直接瞬移上去的，这是什么奇怪的设定，跟开挂一样。如果玄熊被杀死的话，它会掉出一个玄熊的熊爪，可以用来代替铁锭制造打火石，也可以用来炼药制作粘附药水。玩家使用粘附药水之后，可以在天花板上站立行走。不过我们不能长按蹲键，否则就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而且也不能一下子跨过超过1格宽的天花板，否则就会直接掉下去。袋獾是一种在温带森林群落中可以发现的比较稀有的小型有袋生物，它长得有点像狗，并且肌肉非常发达，是它这个体型下咬合力最强的哺乳类生物，并且叫声非常奇怪，听起来甚至有点恐怖。袋獾会主动攻击它们最喜欢的兔子或者鸡，而且会集体捕猎，在受到攻击的时候还会集体反击，是一种非常团结的生物。我们没有办法驯服它，不过可以拿肉对它们进行繁殖。给他们喂他们最喜欢的腐肉，他们还会红眼并高兴地发出吼叫。在这种情况下，袋獾的叫声可以吓走周围的怪物。下面一个是袋鼠，袋鼠是一种大型的中立生物，通常出生在热带草原或者是恶地。我们在攻击它的时候，它们会反击，有的时候会跳着拿脚蹬我们。而由于袋鼠天生肌肉密度比较大，所以也是一个拳击手的好材料，有的时候还会用拳头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袋鼠有的时候是会和别人打拳的。当附近有小袋鼠的时候，它们会主动跳到大袋鼠的袋子里面，和大袋鼠一起移动，直到长大了才会离开母体。袋鼠被击败的时候，它们会掉落一些肉，这些肉可以煮熟并制作成美味的袋鼠汉堡。
还有可能掉了袋鼠皮。袋鼠皮和前面的儿苗毛可以做成前面说的那个可以挡箭的裤子。接下来讲的是袋鼠最有趣的部分，我们可以用10到15根胡萝卜来驯服这个袋鼠。当袋鼠被驯服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和它互动来命令它们留下、跟随或者是徘徊，并且蹲下来右键的时候可以打开袋鼠的育儿袋。我们可以在育儿袋里面放我们自己的物品，或者是在袋子里面放近战武器，袋鼠会在攻击的时候拿起它，拿剑、拿斧子都是可以的，可以对其他生物造成非常高额的伤害，打村民甚至只需要2下一个。我们甚至还可以背包里放一套下界和金盔甲，这个袋鼠也会把它穿上。穿上这一套装备，战斗力简直爆表，好吧？10个胡萝卜就可以获得，这样子一个高级护卫简直血赚啊！并且在受伤的时候，它会主动吃掉放在育儿袋里面的任何非肉类的食物来恢复生命值。给它放好足够的东西，它简直就是个永动机。我们还可以用枯萎的灌木或者草来让这个袋鼠繁殖，既可以作为食物，又可以作为护卫，这简直是一种完美的生物。要是它的育儿袋我们也可以做就好了，那样子它还可以作为我们的坐骑。不过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有点不太符合现实了。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介绍这几个生物，剩下的内容我们下期再介绍。那么我是小包，别忘了关注我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